故事的开始是在二战时期，女主本来和爱人已经订好了婚约，但爱人被军队应召入伍，只好离开他去前线打仗去了。女主倾国倾城的美貌却名花无主，自然招人垂涎。一个偶然的下午，女主被路过的男主看到，自然是久久不能忘怀。男主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邮递员，同时和妓院的一个妓女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但当他看到女主后，还是产生了将她占为己有的想法。可女主是高高在上的富家千金，自然是不可能与穷小子产生任何交集的。于是他就在女主回家的路上将其打晕，并将她关在了自家房子的2楼密室里。女主醒来后，男主迫不及待地想占有女主，但女主拼命反抗，结果男主没有得逞。男主决定以后的日子里先对她好一些，让她先慢慢接受自己被关在这里的事实，然后再进一步发展二人的关系。第二天，被关在2楼的女主趁男主外出时，偷偷写了一封求救信从窗户上丢了出去，并期待有人能捡到她的求救信来救出她。同时，她还利用玻璃吸引了外面小孩的注意，本以为能马上就能获救。可这时男主突然回来，他只好骗小孩们说住在楼上的是一个疯婆子。之后熊孩子便全部被吓跑了，男主这才放心下来，同时口头上教训了女主一顿。到了晚上，男主去妓院找他的青梅竹马办事，但中途被一个行为举止卑劣的变态打断。那个变态想找女的玩 SM， 但由于他手段的残忍，那些女的都不敢和他玩，只好让男主的青梅竹马去撑下这个活。结果他被那个变态玩得差点命丧黄泉，而男主看到后却默默地回家了。这件事让男主青梅竹马很不爽，同时男主也因为看到自己的青梅竹马被人这样对待，自己也没什么办法后很烦躁，所以当晚他回到家后便很强硬地和女主发生了第一次关系。然而过程中女主也从一开始的反抗变成了顺从。又过了一天，男主正打算出去给女主购买新衣服，中途被青梅竹马看到了。青梅竹马便把男主带到了偏僻处为男主口来补偿昨晚的事情，但拥有了女主后，男主似乎对自己的青梅竹马已经毫无感觉了。果然，男人永远都是喜新厌旧的。还没等自己有感觉，就把青梅竹马拉了起来，然后一个人回家去了，搞得青梅竹马很生气。错把真心付错人了。男主回到家后，把新衣服给女主穿。但昨晚刚被强上了一次的女主还处于在埋怨自己的状态，她一看到新衣服便把其全部都撕了。男主对此也毫无办法，只好让其继续在这里冷静一下再说。又过了一天，作为邮递员的男主收到了一封给女主寄的信，他赶忙拿回去给女主看，结果信的内容却是女主的爱人阵亡了的消息。女主非常难过，内心里也逐渐开始接纳了男主成为自己的情人，氛围都烘托到这里了。二人自然又干柴遇上烈火，运动起来，两人的关系慢慢的变得融洽了起来。可女主早些时候丢的那个求救信被一个同样心怀不轨的变态给发现了。那个变态早就对女主的身体渴望了很久，看到信才发现了原来自己朝思暮想的女神竟然一直被男主关在这个小仓库里。这时男主正好出来，两人就把事情摊开讲了。变态说只要让男主把女主和自己过一晚，他就不会去报警。男主迫于压力只好同意。那个变态上楼后立即粗暴地撕开女主的衣物，准备直捣黄龙了。男主在外面听到女主的惨叫，心里很不是滋味，又想起了自己本来就是因为爱她，所以才会绑架她，怎么能让别人侮辱自己心爱之人呢？那样不真诚了，窝囊废了吗？想完，男主就立刻上楼，拿绳子把正要得逞的变态给勒死了，救下了惊魂未定的女主，然后将尸体埋进了土里。女主经过这些事情的冲击，很感谢男主，毕竟男主也有点小帅。不久后，由于战争的扩大和不利局势，男主也收到征兵信，即将应召入伍，而且事发紧急，第二天就要马上去报道。女主得知后，担心男主会和自己以前的爱人一样，在战场上战死，所以心有不舍，特地在离别的最后一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男主最后的温存，仿佛一对即将生离死别的恋人。男主看到女主后，想到这可能是与最爱的人最后一面，不管3721就和女主拥吻起来。另一边，男主的青梅竹马也从其他人口中得知了男主要入伍的消息，他连夜想去男主家和他告别，还带了自己费了很多功夫才缝好的衣服。但他来到男主家后，却看到了男主和女主正热火朝天地打着扑克。青梅竹马很生气，终于也才明白为什么男主这段时间对自己如此冷淡了。
青梅竹马越想越气愤，拿了把刀想把女主杀了，结果男主冲了过去，替女主挡下了致命一刀，不幸身亡。他的青梅竹马看到后立马逃窜，只留下了女主一人呆呆地坐在原地。影片至此结束。虽然这部作品被归类为一部日本粉红电影，讲述了一个被绑架的少女爱上绑架犯的故事，但它凭借女主角出众的颜值和妖娆的身材，以及片中数段精彩的福利演出镜头，成功的成为系列中知名度上算得上一二的作品。然而，这部电影也通过普通人的视角向观众展示了战争的残酷现实。战争就是由一群年迈的政客们操控，却要求年轻人去送死。这种无辜年轻人被卷入战争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战争的荒谬和无情。这部电影试图唤起观众对战争的反思，呼吁世界和平，让人们不再成为战争的牺牲品。